读心术，这个听起来神秘莫测的词汇，实际上并非超自然力量的展现，而是基于深厚心理学和人际交往技巧的一种学问。读心术并非是要窥探他人的隐私，而是一种通过细微观察和敏锐感知来理解他人的能力。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深厚、更真诚的人际关系，增进彼此的信任和理解。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拥有读心术的能力，无疑会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份保障。前面3期我们一起学习了前90条读心术，今天我们来学习最后的30条读心术。91，场合里频繁走动的人都不是大人物。在各种社交、商务或者公共场合中，那些真正有身份、有地位的大人物，往往有着一种沉稳大气的风范。他们会站在相对固定的位置，或是与人亲切交谈，或是专注倾听别人的发言，举止优雅、从容不迫，展现出一种胸有成竹的自信和淡定。而那些频繁在场所里走来走去的人，大多是心里比较浮躁，缺乏明确的定位和足够的底气。他们可能是想急切地去寻找什么，比如在寻找某个认识的人，或者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又或许是因为身处这样的场合让他们感到紧张不安，只能通过不断的走动来缓解内心的压力。总之，从他们这种频繁走动的行为表现，大致就能判断出他们并非是处在重要地位、有着深厚影响力的大人物呀。92，当一大群人大笑之后，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看向自己喜欢的人。在那种众人一起欢笑的热闹场合里，笑声像是一种无形的纽带，将大家的情绪都连接在了一起。而在这欢乐的氛围中，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也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当笑声响起后，大家往往会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自己心仪的那个人，仿佛想要通过眼神的交汇与对方分享这份快乐，或者看看对方是否也同样沉浸在喜悦之中。比如在班级的聚会中，同学们因为一个有趣的笑话笑得前仰后合，这时那个暗恋着某个同学的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悄悄落在对方身上，眼神里满是温柔与期待。这种细微的举动其实就是藏在笑声背后的对喜欢之人的一种特别关注呢。93，看一个人的人品，主要是看他怎么对待弱者；看一个人的实力，主要看他怎么对待强者。人品的好坏往往在对待弱者的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个有着良好人品的人，面对弱者时会充满同情和关爱，会主动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无论是在生活中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还是精神上的鼓励，都不会有丝毫的嫌弃和傲慢。比如看到老人过马路困难，会主动去搀扶；遇到贫困地区的孩子需要援助，会积极捐款捐物。而在对待强者时，则能看出一个人的实力。有实力的人不会盲目的阿谀奉承、攀附权贵，而是会以一种平等、尊重且积极学习的心态去与之相处，既能欣赏强者的优点，又能凭借自己的本事与之交流合作，不卑不亢。所以从这2个方面去观察一个人，基本就能对其人品和实力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了。94，你担心什么，什么就控制你。人在生活中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而这些担心一旦在心里扎了根，就会像无形的绳索一样束缚住我们。比如说，一个人总是担心自己会在工作中出错，那他在做事的时候就会变得畏首畏尾，不敢大胆地去尝试新的方法，接受新的挑战。原本可能够出色完成的任务，也会因为这份担心而大打折扣。又或者有人担心自己在感情中会被抛弃，于是变得疑神疑鬼，过度地去干涉对方的生活，结果反而破坏了彼此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担心的事情未必会发生，但就是因为这份担忧占据了内心，让我们失去了应有的从容和自信，从而被它牢牢地控制住，无法洒脱地去面对生活。所以要学会放下不必要的担心，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呀。95，认知越低的人越爱从别人身上找原因。认知水平较低的人往往缺乏对事物全面、深入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很难从自身的角度去反思问题。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出现矛盾冲突时，他们第一反应不是去思考自己哪里做得不对，而是习惯性地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比如在团队合作的项目失败了，
他们不会去想自己在执行过程中是否有疏漏，是否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而是会抱怨队友不给力、外部环境不好等。他们总是站在自己狭隘的视角看问题，看不到自身的不足，也不愿意去提升自己的认知，通过改变来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久而久之，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认知始终得不到提高，遇到问题依旧只会指责别人，很难实现自我成长和进步呢。96. 揉鼻子代表掩饰真相。在人际交往或者一些特定的情境中，肢体语言往往能传递出很多隐藏的信息，揉鼻子就是其中一种比较典型的动作。当一个人在说话或者回答问题时，不自觉地开始揉鼻子，这很可能意味着他在试图掩饰一些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真相。也许是他说了谎，内心有些心虚，通过揉鼻子这个动作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分散别人对他话语的注意力。又或许是他知晓一些秘密，但不想透露出来，所以用揉鼻子作为一种下意识的掩饰行为。就像在面试时，有的应聘者对自己的履历进行了美化，在被问到相关问题时，就可能会频繁地揉鼻子。这时候面试官就可以多留意一下，因为这个动作很可能暗示着对方没有说实话呢。97. 惊讶表情超过1秒就是假惊讶。通常情况下，人们在真正感到惊讶时，表情的呈现是很短暂且自然的，因为那是一种瞬间的情绪反应。大脑接收到意外的信息后，身体本能地做出表情回应，可能就是一瞬间的睁大眼睛、微微张嘴等动作，然后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但如果一个人的惊讶表情持续时间超过了1秒，那就很有可能是装出来的了。比如在谈判桌上，一方提出了一个看似很有冲击力的条件，对方做出惊讶的表情，可这个表情长时间地停留在脸上，那大概率是在故意表演，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某种目的，可能是想让对方觉得自己的提议太过意外，或者是为了争取时间去思考应对策略等。所以通过观察惊讶表情的时长，我们也能初步判断其真假呢。98. 当不能倒着将事情回忆一遍，那么事情肯定是编造的。JAC 审讯时常用的方法，在警方审讯的过程中，有一种很有效的判断真话假话的方法，那就是让嫌疑人倒着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一遍。对于真实经历过的事情，当事人的脑海里会有清晰的记忆脉络，即便按照倒叙的方式去回忆，也能够相对顺利地讲出来。虽然可能会在细节上稍微卡顿一下，但整体还是能有条理地表述清楚。然而，如果是编造出来的事情，由于是临时虚构的，在正常叙述的时候可能还能勉强说得通，可一旦要求倒着回忆，就会出现逻辑混乱、细节对不上，甚至根本无法完整叙述的情况。因为编造的内容没有真实的记忆支撑，所以很难经得起这样的反向验证。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方法在审讯中常常能帮助警方判断嫌疑人是否在说谎呢。99. 当你不小心做错事时，真正在乎你和你关系好的人根本就不需要解释什么，他都会理解你。但是那些看你不顺眼的人，不管你怎么解释都没什么大用。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有不小心做错事的时候，这时候就能看出身边人不同的态度了。对于那些真正在乎你和你关系亲密的人来说，他们了解你的为人，知道你并非是故意为之，所以哪怕你还没来得及解释，他们也会站在你的角度去体谅你，用宽容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甚至还会主动安慰你，帮你一起想办法弥补过错。而那些本来就看你不顺眼的人，却会抓住这个机会，不管你怎么诚恳地向他们解释事情的缘由，表达自己的歉意，他们都不会轻易接受，可能还会借机指责你、嘲讽你，因为他们对你的偏见早已存在，根本不愿意去客观地理解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向他们解释往往只是徒劳，还不如把精力放在那些真正值得珍惜的人身上呢。100. 帮助过你的人一般会再次帮助你，坑过你的人很可能会再次坑你。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往往有着一定的惯性，那些曾经伸出援手帮助过你的人，通常是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他们在看到你再次遇到困难时，基于之前的情谊以及自身善良的品性，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向你提供帮助。就像在你创业初期资金紧张时，有朋友慷慨解囊，后来当你在业务拓展上遇到难题，
这位朋友大概率还是会尽力帮你出谋划策，给予支持。而那些曾经坑过你的人，他们的品行和做事方式往往决定了他们很难改变，一旦有机会，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再次对你使坏。比如在合作项目中，之前骗过你钱的合作伙伴，下次如果有类似的机会，说不定还会用同样的手段来坑你。所以对于这两类人，我们要心里有数，懂得感恩前者，同时警惕后者呀。101，愿意夸别人的人，往往自身也比较优秀，因为他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那些乐于夸赞他人的人，其实有着一种积极健康的心态和较高的自身素养，他们能够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并且由衷地表达欣赏和赞美，这说明他们有着宽广的胸怀，不会因为别人的优秀而心生嫉妒。他们从自身的成长和成就中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满足感，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证明自己的价值。比如在一个优秀的团队里，有的成员总是能发现同事的长处，积极地夸奖对方，而自己在工作中同样表现出色，有着扎实的专业能力和良好的协作精神。他们明白大家共同进步才是最好的，所以用夸赞来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这样的人不仅自身优秀，也能给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呢。102，这个世界上没有偶然的口误，都是潜意识的真情流露。那些拿你开玩笑的人，讲的都不一定只是玩笑话，因为他没想过的话就不会直接说出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口误并非是偶然发生的，其实是潜意识里真实想法的一种不经意的暴露。人的大脑在高速运转时，虽然有意识地控制着我们的言语表达，但潜意识里的一些念头还是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冒出来，通过口误的形式展现出来。比如一个人表面上对某件事表现得很不在意，可在聊天时却不小心说错话，透露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在意情绪，这就是潜意识在作祟。同样，那些看似是拿你开玩笑的话语，也可能暗藏玄机，因为如果心里没有那样的想法，是不会轻易说出口的。也许是借着玩笑的幌子，说出了一些平时不好直接表达的看法或者情绪。所以我们不能只听话语的表面意思，要多留意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呢。103，在外左右逢源，处处与人为善，但对待最亲近的人却恶语相加，不负责任的人切勿不可深交。这类人在外面的社交场合中，总是给人一种八面玲珑、和善友好的印象，似乎和谁都能相处得很好，对别人都是笑脸相迎，热心帮忙，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和赞誉。然而，当面对自己最亲近的家人，这有时却像是换了一副截然不同的嘴脸，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恶语相向，对自己应尽的责任也不管不顾，把在外面压抑的负面情绪都发泄在亲人朋友身上。他们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反映出其内心深处的自私和缺乏真正的情感素养，根本不懂得珍惜身边最亲近的人，和这样的人深交，迟早会受到伤害。所以一旦发现身边有这样的人，还是要保持距离，谨慎交往呀。104，眼睛向左看是在回忆，向右看是在思考谎话。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角度来看，眼睛的转动方向有时候能反映出一个人当下的思维活动。当一个人眼睛向左看时，大概率是在调动大脑中的记忆区域，试图回忆起过去发生的事情、相关的细节等。因为大脑的这一记忆区域与身体左侧的感官反馈有一定关联，所以在回忆时眼睛会不自觉地向左转动。而当眼睛向右看时，往往意味着这个人正在进行思考，尤其是在编造谎话或者对所说内容进行虚构加工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编造谎言需要大脑快速构建新的内容，右侧的大脑区域更多地参与到这种创造性思维活动中，相应的眼睛就会向右看。比如在询问一个人昨天的行踪时，如果他眼睛向左看，详细地说出自己去了哪里，做了什么，那可信度相对较高。但要是他眼睛向右看，支支吾吾的描述，那很可能是在编造一些没有发生过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眼睛的转动方向来初步判断对方话语的真实性的。105，人撒谎的时候会摸脖子，典型的强迫行为。在人际交往中，肢体语言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泄露一个人内心的秘密，
摸脖子就是人在撒谎时比较典型的一种强迫行为表现。当一个人说了谎话，内心会不自觉地产生紧张、心虚的情绪，而这种情绪需要通过某种外在的动作来缓解。摸脖子就成了很多人的下意识选择，他们可能会用手轻轻地触碰脖子，或者摩挲几下，试图以此来分散自己的紧张感，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动作让自己看起来更自然一些，好像是在不经意间的行为，以此来掩盖内心正在说谎的不安。比如在一场商务谈判中，一方对合作条款有所隐瞒，在阐述相关内容时，就可能会时不时地摸脖子，敏锐的人就能从这个细节察觉到对方话语的真实性存疑。所以仔细观察这类肢体动作，对我们判断他人是否撒谎有一定的帮助呢。106，在某信群里，忽然有人拍了拍你，他一般不是点错了，而是对你有兴趣。在日常使用微信等社交软件的群聊中，当收到有人拍了拍你的提示时，可别简单的以为那只是对方的误操作呀。其实大多数情况下，这背后往往意味着对方对你是有一定兴趣的，也许是想引起你的注意，和你开启一段对话，可能是之前就留意到你在群里的发言很有意思，或者对你这个人产生了好奇，通过拍一拍这种相对轻松、不那么刻意的方式来试探一下你的反应，又或许是希望借此和你进一步拉近关系。比如在同学群里，许久没联系的老同学拍一拍你，就是想看看能不能重拾往日情谊，聊聊近况呢。所以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妨主动回应一下，说不定就能开启一段有趣的交流哦。107，喜欢拿别人开玩笑的人，喜欢打压别人，见不得别人好，内心往往比较狭隘。那些总是热衷于拿别人开玩笑的人，表面上看好像只是在制造一些轻松的氛围，说着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话，但实际上很多时候他们的动机并不单纯。这类人常常通过调侃别人的缺点、糗事等来达到打压别人的目的，看着别人在众人面前略显尴尬或者窘迫，他们心里反而会有一种满足感，而且他们往往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一旦身边的人取得了什么成就或者收获了赞美，就会用开玩笑的方式去酸几句，试图降低别人的光彩。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他们内心的狭隘，缺乏包容和欣赏他人优秀的胸怀，只想着让自己处在优势地位。所以对于这样喜欢拿别人开玩笑的人，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别让他们的言语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和生活呀。108，背叛过你的人一定会再次背叛你，一次不忠，终生不用。这句话对任何人都适用。如果你心软，选择去原谅，那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当一个人曾经做出过背叛你的行为，无论是在感情上出轨，在工作中泄露你的机密，还是在友情里背后捅你一刀，那这都意味着他在忠诚和道德底线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种人往往缺乏坚定的原则和对他人的尊重，只要有合适的利益诱惑或者情况出现，他们大概率会再次选择背叛，因为他们已经突破了那道应该坚守的底线，尝到过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或者满足私欲的滋味，很难再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你因为心软轻易地原谅了他们，那无异于给了他们再次伤害你的机会，他们可能会变本加厉，而你则会不断地陷入被伤害的痛苦之中。所以对于背叛过自己的人，一定要坚决地远离，守护好自己的内心和生活呀。109，性格写在脸上的人，人品都不会太差，而能够控制情绪的人，都不是一般人。那些性格写在脸上的人，喜怒哀乐都能很直观地展现出来，他们内心往往比较单纯、直率，不会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都会通过表情、神态等表现出来。这样的人通常心地善良，不会耍心眼、玩心机，对待他人也是真诚相待，所以人品方面大多是值得信赖的。而能够控制情绪的人确实不简单，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不如意的事情或者他人的挑衅时，他们总能克制住自己内心的愤怒、悲伤等情绪，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行为，而是冷静地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需要很强的自律能力和内在修养，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说明心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生活和工作中往往也能凭借这份沉稳和理智成就一番事业。所以说他们都不是一般人呀。110，说话爱戴可能、大概的人，
做事往往都优柔寡断。在日常交流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说话时总是习惯性地带上可能大概这样的词语，比如这件事可能得这么做吧，我大概明天会去那儿。这看似只是一种语言习惯，但其实反映出他们内心在做决策时的一种优柔寡断的状态。这类人对事情缺乏足够的确定性和果断的判断能力，总是担心自己做出的决定不够正确，害怕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在表达想法时就会使用这些模糊的词汇，给自己留有余地。无论是生活中的小事，像选择吃什么、穿什么，还是关乎人生发展的大事，如职业选择、投资决策等，他们都会犹豫不决，很难快速地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长期下来，这种优柔寡断的做事风格可能会让他们错过不少好机会呢。111，交谈时对方频繁看表，表明他想尽快结束会话离开。当我们在和别人交谈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频繁地看表，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暗示信号，意味着对方心里想着要尽快结束这次会话然后离开。也许是对方接下来还有其他重要的安排，时间比较紧迫，所以通过看表来关注剩余时间，同时也希望你能察觉到这个信号，主动结束话题。又或许是这场交谈并没有引起他太大的兴趣，他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想通过这种方式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避免直接打断显得不礼貌。不管是哪种原因，当看到对方有这样的举动时，我们就应该识趣一些，适当精简话语，尽快结束交谈，以免让双方都陷入尴尬的境地啊。112，喜欢养猫养狗，看见路边的小动物就想摸的人，一般都很善良。那些喜欢养猫养狗的人，往往是对小动物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照顾这些小生命，给他们提供温暖的家、充足的食物和关爱。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路边的小猫小狗，也会忍不住想要去摸摸它们，眼里满是温柔和喜爱。这种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其实反映出他们内心深处的善良品质。他们能够理解和共情这些弱小生命的需求，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对待他人也通常会怀着一颗善良的心，更愿意去帮助别人、关心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所以喜欢和小动物亲近的人，大多是善良的，能给身边的人带来温暖和善意呢。113，看起来特别温和的人，内心成熟。生活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总是给人一种温和的外在形象，脸上常常带着微笑，说话轻声细语，待人接物也很有礼貌，很有耐心，仿佛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轻易动怒或者着急。而这种温和的表象背后，往往隐藏着一颗成熟的内心。他们经历过生活的种种磨砺，已经懂得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被外界的琐事轻易扰乱心境，也知道怎样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理解和包容他人的不同，所以表现得如此温和。他们有着清晰的自我认知，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该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在面对困难和矛盾时，更善于用平和的方式去化解，而不是冲动地去争个高低对错。这样的人内心的成熟让他们在生活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呢。114，借钱时死皮赖脸的，还钱时也会推三阻四。在人际交往中，借钱还钱这件事最能看清一个人的品性了。那些借钱的时候死皮赖脸的人，往往是不顾及别人的处境和感受，只想着自己的需求，为了能借到钱，会不停地软磨硬泡，许下各种承诺，哪怕别人已经表现出为难，他们也还是不依不饶。而这样的人到了还钱的时候，通常也会是推三阻四的态度。他们可能会找各种借口，比如自己最近手头也紧呀，或者说钱已经花出去了，暂时还不上等等。总之就是不想履行还钱的义务。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诚信和责任感，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根本没有考虑过当初别人借钱给自己是出于信任。所以遇到这种借钱时死皮赖脸的人，一定要谨慎对待，免得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呀。115，骨子里自卑的人总希望看到别人出丑。骨子里自卑的人，内心深处对自己缺乏足够的认可，总是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别人，长期处于一种自我否定的状态中。他们的内心很敏感，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又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自信。所以当看到别人出丑、遭遇尴尬或者失败的时候，就好像找到了一种心理平衡，仿佛别人的不如意能衬托出自己还不算太差，能从别人的不幸中获得一种扭曲的满足感。比如在学校里，有的同学看到别人考试失利或者在比赛中失误，心里会暗自窃喜，其实这恰恰反映出他们内心深处深深的自卑，需要通过别人的不好来安慰自己脆弱的自尊心呢。116，说话直来直去的人一般情商不高。说话直来直去的人往往心里想什么就直接说出来，不会拐弯抹角，也不太考虑自己的话语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在表达观点或者评价事物时，可能会过于直白，甚至有些伤人，而忽略了场合和对方的感受。比如在别人精心准备了一场表演后，直来直去的人可能会直接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却没有先肯定对方的努力和优点，让对方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可能并不是要伤害别人，但这种缺乏委婉、不懂得照顾他人情绪的说话方式，很容易在人际交往中引发矛盾，让别人对他们产生不好的印象。所以从情商的角度来看，这类人一般情商不高，需要在与人沟通时多注意说话的技巧和方式呀。117，单独说你的人都是真正对你好的人。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身处各种群体之中，周围人对我们的评价和态度也是多种多样的，而那些愿意单独找你谈话，指出你问题或者给予你建议的人，往往是真心为你好的。他们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你难堪，而是选择私下里用一种比较温和、诚恳的方式跟你交流，因为他们在乎你的感受，希望你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且有所改进。也许他们指出的问题会让你一时不太舒服，但那都是出于对你成长的关心，他们相信你有能力去改变，所以不怕得罪你，愿意冒着可能让你不开心的风险，把心里的话告诉你。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去珍惜和感恩的，要认真对待他们给出的意见呀。118，一个人讨厌的东西，往往比喜欢的东西更能反映出他的真实性格。人们在表达自己喜欢的事物时，可能会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比如流行趋势、社交氛围等，有时候会为了迎合他人或者融入某个群体而说自己喜欢某些东西。然而，当谈到讨厌的事物时，往往是出自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比如一个人特别讨厌自私自利的行为，那说明他自己很可能是个比较慷慨、懂得为他人着想的人。如果有人很讨厌那些做事拖拖拉拉的人，那大概率他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就是个讲究效率、雷厉风行的人。因为我们对讨厌事物的态度，其实反映了我们内心所坚守的价值观和原则。所以通过了解一个人讨厌的东西，能更深入地洞察他的真实性格呢。119，积极主动的人会比较幸福。积极主动的人在生活中总是怀揣着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他们不会被动地等待机会降临，而是主动去寻找、去创造机会。无论是在工作上，他们会积极争取项目，主动提升自己的技能，通过不断的努力和付出，让自己在职场上获得更多的成就和认可，从而收获满足感和成就感。在感情方面，他们也会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爱意，主动去关心、呵护心仪的人，努力经营感情，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甜蜜美满。而且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他们不会消极逃避，而是积极地想办法去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地成长，锻炼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这种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使得他们更容易体验到生活中的美好，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幸福呢。120，如果一个人在你面前总喜欢八卦别人，那么别和他说太多东西，因为你不在场的时候，你就是被八卦的主角。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特别爱八卦的人，他们似乎对别人的生活琐事有着无穷的好奇心，总是热衷于打听、传播各种小道消息。如果一个人在你面前总是不停地八卦其他人，那你可得小心了，因为这种人往往缺乏对他人隐私的尊重，也没有什么分寸感。他们今天可以在你面前说别人的是非，明天就很可能会把你跟他们说过的话，你的一些私事也当作八卦的素材，在你不在场的时候说给别人听，
让你成为被大家议论的对象。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尴尬，对于这样爱八卦的人，还是尽量少跟他们透露自己的事情，保持适当的距离为好呀。我是高维认知4个系列120个读心术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启发。再见。